大自然总是以其无与伦比的力量，通过不断制造灾难性的事件来宣告其至高无上的威严与不可抗拒的主宰地位。尤其是极端风暴所带来的破坏，往往令人无力抗拒。本期影片，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了解这些灾害背后隐藏的秘密，看看这些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在我们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追踪自然灾害频道，并打开铃铛按钮，以避免错过我们后期的精彩更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那些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量吧。最近，墨尔本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怪物风暴，完全超出了这座城市多年来所见过的任何风暴强度。暴风雨的猛烈程度让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其绝对的力量让居民心生敬畏。洪水是此次风暴带来的主要问题之一，大量的雨水淹没了城市的多个区域，街道被转变为湍急的河流，居民被困在家中，不敢贸然外出。一些低洼地区的积水甚至达到膝盖深度，当地受灾民众不得不涉水而行。与此同时，风暴导致的大面积停电，使得成千上万的家庭陷入黑暗，通讯也因电力中断而受到严重影响，交通系统几乎完全瘫痪，许多主要道路被倒下的树木和电线封堵，机场因恶劣天气被迫关闭，大量航班取消，火车服务全面中断，出行变得几乎不可能。强风和暴雨对建筑物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房屋的屋顶被掀翻，有些建筑因结构受损而面临倒塌风险，居民被紧急疏散。城市的公园和花园满目疮痍，大量树木被连根拔起，街道上散落着树枝和残骸。风暴的猛烈程度甚至让紧急服务部门难以应对，报警电话数量激增，救援人员在风雨中竭尽全力帮助受灾群众。然而，面对灾难规模，资源显得捉襟见肘。气象数据显示，这是一场罕见且极为强烈的天气事件，风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降雨量创下历史新高。目击者将这场风暴比作世界末日，许多居民因安全问题而心生恐惧。视频记录下了风暴的破坏力，屋顶被掀翻，汽车被强风卷起，场面令人震撼。风暴中甚至出现了龙卷风，它们像野兽般撕裂街道，摧毁路径上的一切。龙卷风轰鸣的声音震耳欲聋，其造成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灾难的规模促使政府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室内，并避免不必要的外出。风暴过后，整个城市感受到灾难的深远影响，许多居民在废墟中努力重建家园，而社区的团结精神在此时展现无遗。邻里间互相扶持，为受灾者提供庇护和援助。尽管挑战重重，墨尔本的居民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韧性。这座城市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的节奏也在一点点回归。此次怪物风暴无疑是墨尔本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洪水、停电、交通中断以及基础设施的严重受损，都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而，社区的坚韧精神和共同努力成为这座城市重新振作的重要力量。墨尔本正在从风暴的阴影中崛起，再次证明了这座城市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一场猛烈的风暴也袭击了麦加，给圣天房及其周围地区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和混乱。这场风暴伴随的强风和暴雨所到之处留下了深深的毁灭痕迹。暴风雨在圣地周围引发了山洪爆发，水位快速上涨，朝圣者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洪水包围了圣天房，使朝圣者的安全及建筑物的结构完整性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朝圣者被困在水位上涨的洪流中，无法抽身。圣天房周围的走道和小路也完全被洪水淹没，人们的行动变得异常困难。更糟糕的是，暴风雨还导致附近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增加了混乱的局势。在这场风暴中，朝圣者描述了恐怖的场景，许多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洪水的蔓延引发了朝圣者对健康和卫生的担忧。为了避开洪水，不少人不得不涉水而行，试图到达更高的安全地带避险。麦加正在面临着一场重大危机，当局正在不懈努力疏散被困的朝圣者，并恢复该地区的秩序。风暴的猛烈让人印象深刻，强风和倾盆大雨导致洪水迅速泛滥，让许多人措手不及。大量朝圣者不得不在附近的建筑物中紧急避难，等待风暴的平息。从麦加传出的画面可以看出，这场风暴的破坏性是如此之大。
洪水淹没了圣天房周围的区域，朝圣者滞留在洪水中。尤其在洪水达到顶峰时，圣地周围引发了广泛的恐慌，朝圣者面临生命威胁的场景令人揪心。随着风暴逐渐平息，救援工作迅速展开，紧急服务部门全力以赴，努力疏散被洪水围困的朝圣者。这是一场重大而复杂的行动，许多朝圣者面临着被湍急水流卷走的危险。麦加当局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努力处理风暴的后果。许多朝圣者仍在努力接受这一灾难性的经历。然而在这场危机中，朝圣者展现出的坚韧精神令人感动。这场风暴带来了混乱与破坏，但也激发了人性中最闪耀的一面。朝圣者开始从灾难中恢复，展现出非凡的力量与韧性。圣天房，这是和平与安宁的象征，在毁灭与绝望的包围中依旧屹立。最终，当局通过不懈努力清理洪水，并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秩序。这次风暴虽然短暂摧毁了圣地的宁静，却无法摧毁人类精神的韧性和对未来的希望。除了麦加外，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也遭受到极端风暴袭击。上海气象中心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警惕当前的严峻形势，特别要预防可能出现持续的洪涝灾害。我现在呢就在上海浦东的滴水湖附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风雨非常的强，我现在完全睁不开眼睛。此刻的滴水湖呢正在经历12级以上的强风，同时呢雨势非常的猛烈。这个台风是在早上的7点半左右登陆的，此前的这个14级登陆时的强风还是给滴水湖附近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有一些建筑工地的工棚，它的外墙是彻底的被撕开了，那么还有一些钢板的这种护栏也被掀翻，还有一个红绿灯的灯杆是整个的都倒掉了。当台风的主中心经过的时候，会出现短暂的风平浪静的间歇期，所以大家今天在看到外面突然风雨停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出门，一定要安全的躲避。说了他们天不要出来，你真的出来了，怕死的人就是还在桥上面晒也晒不去，晒也晒不来。持续的暴雨导致黄浦江水位快速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造成的损失风险。上海交警和应急小组迅速行动，协助受困司机引导交通，尽量缓解拥堵。这场台风带来的风暴和暴雨让许多地区水位暴涨，路面积水甚至逼近半人高，车辆被困，行人举步维艰。不少居民区和商业区被洪水吞噬，整个城市仿佛被巨浪冲刷，交通瘫痪，救援工作极为艰难。以前我经常习惯停在华亚对面这个停车场，幸好这2天没有放这里，这次淹了10辆车以上，至少有10辆车。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车停在比较低洼的路段和停车场。面对水位越来越高的局面，政府紧急部署排水设备，全力清理积水。然而，在暴雨持续的情况下，效果有限。多次灾情的反复令民众愤怒，不少人质疑巨额投入的排水系统为何屡屡失效。暴雨一来，整个城市仿佛毫无防备。他的打工拿的车全部都是水泡了啊！还有一个，你看，还有一个小白点在上面。哎，上海作为全球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本应具备高效的排水系统，但在这一年中却接连遭遇3次严重的内涝事件。尤其在台风康瑞期间，主城区多个低洼地区再次沦为水乡泽国。唉，今年的第3次了，第3次进水了。居民无奈地看到街道被洪水吞没，店铺被淹，私家车一度漂浮在水面上，不少商家损失惨重，交通拥堵严重。而在郊区，许多老旧小区的居民被困家中，求助无门。啊，又涨水了，现在救我！我靠，这水呼叫了还涨上来，你看一下，这厉害了，比上次比涨水还厉害，我去！浙江一带同样遭遇了重创，台州和温州等地的暴雨一度导致山洪爆发，多地村庄瞬间被洪水淹没，河流水位猛涨，多个村庄紧急转移，部分山区道路被泥石流掩埋，救援车辆难以进入。应急部门通宵抢险，调集大量人力物力，
但面对此次极端天气带来的巨大冲击，防灾设施明显捉襟见肘，暴露出基础设施的薄弱。此次灾难不仅是极端天气的产物，也暴露出防汛设施和应急管理的短板。许多市民质疑，当年大量的市政建设为何未能有效防范水灾？城市发展和水利设施升级似乎脱节，政府是否真正关注到了民众的需求？大家看看啊，这是惠南镇人民东路啊，现在变成南汇的黄浦江了，水真的很大很大，来不及出呀。中国不是在国际上被誉为基建狂魔吗？怎么每次暴雨一来，城市排水系统就立即失效，每年几乎淹一次？谁来为我们的财产损失负责？市民的质问不仅是一种情绪，更是对未来防灾能力的拷问。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不能止步于表面的繁荣，更需要真切地关注民生，做好防洪防涝工作。我的个天哪！哎呦，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妈妈，你看这马摸过来了，这水那边的房子都淹过了。哎呦，这谁下去了还？我的个天！此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天气的频率与强度，增大了风险。洪水造成严重破坏，房屋被淹，铁路和道路封闭，居民被迫离家避险。洪水使汽车在街上漂浮，街道变为激流，展示了洪水的毁灭性威力。开船干嘛的？开船来的是。哎呦我的天！他是做广告的，给电车。我这又回来了。给电车做广告的，你看。所以下一步都买电车。我这个船上有今年超强台风频发，提醒我们热带风暴强度逐年增加。气象学家指出，随着气候变化，台风和飓风的频率与强度上升，温暖的海水与大气为风暴提供了更多能量，增加了极端天气风险。希望通过影片回顾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自然，因为它可以展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一起去追踪自然灾害。